谁会为一个小马仔得罪老板嘞？说吧，谁？地球现场，开门，都开门。麻利点，麻利点。哎。师傅，刹车！雷怎么会来的？我在南市听到一些风声，我怕你这边有事。表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表叔。你要再晚来一步，我就活该了。不说见外的话，我先带你出城，先到查地松，咱走小路。等。华南王啊，牵扯人太多了，他这要利益链上，谁都怕他出事情，肯定会有人通风报信儿，而且这个人贼的很。他住的旅店，一般人都信不见，关键是他用的身份证全是假的。这个文物犯罪呢，难就难在这儿，咱对面啊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网。你看华南王这张网呢，咱有啥？走一个画像。咱现在啊，两条路，向上呢追华南王这条线，但是如果咱跟着他屁股跑，就被动；如果说向下，那就是盗洞。我觉着盗洞是死的，咱就盯着盗洞。七队，这咋盯嘛？你看咱青山这么大，人手有限嘛，一个一个咋盯？哎，这一点啊，我觉着方坤说的有道理。黑陶俑属于高等级的陪葬品，大概率就是出自帝后的陵墓，咱就盯着这个西汉帝王陵塔嘛。那万一这个黑陶俑不是出自这个帝王陵咋弄呢？再说了，我啥研究生，他也不是100%确定嘛。呀，这你就抬杠了。不是，我就是推理嘛。你要这说地球还爆炸呢，不吃饭了。咋样？热时光结果出来了，咋样啊？师座选了2个陶俑，一男一女。你看，2个西汉风格的陶俑测出来差带了，男的西晋，女的西汉中期。这算咋回事啊？一个老母猪生的娃，一个是猫，一个是狗。这是，咱俩去问问吧。正所哟，齐队、杨队，你们来了。哎，坐。哎呀，这工地上啊，一天事情就多得很呀。你辛苦啊。没事。哎，你们是？啊，我们就是为鉴定结果来的。那这不是给你了吗？有个问题。哎，您看，一个西晋，一个西汉，这出错了，对吗？啊。不好说。哎，你们先坐，给你们倒点茶。这咋不好说呢？按道理来说，不可能出错，毕竟啊，这是人家省上做的实验嘛，那人家严谨的很呀。对嘛？
对吗？这个热时光它也是有局限性的，有时候它也会有一些误差。误差？误差能有多大呢？来坐，喝茶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不是多大呢？哎呀，坐下，我给你慢慢说。我急性子，真的是，你快说吧。用它鉴别这个2000年以内的这个物品误差能缩小到100年。如果条件理想的话，误差可以缩小到5%。那对吗？一个西进一西汉，还是出错了？对吗？哎呀，齐队呀，不能说出错呀。我跟你说这个热视光呀，它的这个检测的条件它要求比较严格。那如果检测条件、环境各方面都不理想的话，那它这个误差就能达到90%，而得出相反的结论。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说话是真心累。咱这插头去尾，不要中间，就说结论。结论是不是不靠谱？那不好说。哎呀，严格上来说我不能给你一个断论到底是实验结果有误差，还是2个陶俑之间有年代差这些等人家专家教授看完以后再说吧。我的妈呀！我张硕，一天到晚的不好说了。你说张嘴干啥的？把嘴往上算了，说一大堆，最后等于没说。他们的专家是严谨，还严谨些。啥严谨了？咱都1个月没时间。大嫂你也别急，先叠饭，我上。大嫂，实在不行是这，就用你的笨办法，西汉帝陵一共11个，9个在武陵源，1个在白鹿原，1个在杜陵园。我调下人过来，咱就一村一村的找，行行？哎，我看我呀，得练气功了。冷静。小华。我3个研究生又来了，他们听说了有实验结果，想再看看我黑陶俑，要不这我找个啥理由把他们打发走算了？不要，冷静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回归冷静了。办事要稳方坤这娃呢，靠谱。他说的很多话呢，我觉着有价值，说不定还能帮咱的忙呢。你先办手续，我很快来。齐队，包房不能改。齐队。签字。好。你们说都是一个墓出的，咋能查出400多年呢？会不会是采样环节出来问题？不可能，省鉴定研究院是全国数1数2的考古科学实验室，这从制作工艺上来看，也是稀罕的。记得，是个4。千万别碰啊！咋样？我们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啥的，尽快给你个答复嘛。
黑桃樱还真是个个飞得不太一样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车在这儿呢。哎，你说要回去查资料，是不是刚才有啥发现？哎，走，来，上啊！你疯了！你把黑头擦掉塞。说要擅自碰文物是要受处分的。只要你们不告发我受啥处分呢？你凭啥觉得我们不会告发你啊？你去哪儿？图书馆。打电话啊！方块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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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理半天了。那个，你有啥想法？你跟俺俩说，不要藏着掖着的啊！现在也是共犯了，谁也是个明白吗？谁跟他是共犯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不给个合理的解释，我现在就去揭发你。你们想想，热时光缎带的原理是啥？陶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热辐射，然后积蓄能量。测试的过程中，这些能量以光的形式再释放出来，从而可以断定它最后受热的时间，进而判断制作时间。最后的受热时间。最后受热的时间，我咋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忽略了？所以呢？你们记不记得咱老师讲过一个案例，说一个收藏家拿一个西周的陶器去做热释光测试，结果报告出来判定这个陶器是明代仿西周的，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陶器被火烧过，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误差，懂没？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这个南俑啊，要是在西晋的时候被火烧过，那么热释光缎带出来的结果也是西晋的时候。没错。我一直非常好奇啊，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？断裂处、眼睛、鼻子，所有的孔都是黑的。哎，对，然后沟渠也是黑的。啥？沟渠。行。如果是上黑釉的话它不会上的这么密集，所有的孔都能上去。所以我当时就在怀疑，会不会是被火烧过？哎，那都被火烧过，为什么只有南俑检测出来是西晋的？不应该都检测出来是西晋的？你们注意看了没有？那些南俑一个个的乌漆嘛黑的，而且它黑色深入胎地层较深，分布比较均匀。那些女俑呢，黑的就没那么严重，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。这个我在行，我觉得是啥？我南俑被火烧的时候，它离火近，就像我烤土豆一样，烧的我乌黑发亮的。我女俑离火焰比较远，就像那个熏鸡一样远是给它烧的不均匀。看你别考古，你去考计算，形象不形象吗？哎呀，真是一想到吃的你就痛了。那你来这儿干啥？找啥？之前看过一本文献里边说魏晋时期盗掘成风，有盗墓贼盗过帝陵。我怀疑这火就是那些盗墓贼引起的。如果我们能确定他们盗的，你接着说。热释光的测试结果显示，男俑是出自西晋的，女俑是出自西汉的。这些误差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火烧过。西晋的时候墓里一定是起过一场火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，里边说西晋的时候有个帝王墓是被盗墓贼盗过，这些火说不定就是盗墓贼引起来的。我们就去找这个文献，《晋书》里边果然提到过这个事情。你看《晋书·索琛传》里边提到过说，西晋末年战乱不已，长安饥民盗发汉资杜二陵，多获珍宝，说明资陵陵区和杜陵陵区在西晋的时候的确是被盗过。这些黑陶俑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个陵区里边盗过来的。就凭这些，你能确定是被火烧过？
哎呀，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为啥是黑的呢嘛，然后我就凑近一看，我说，哎，这女俑，这个咋黑的这么不均匀，好像有彩绘呢？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被火烧过，我就拿那手套一擦，结果真擦出那个，滚出去！咱老师，咱在干啥？滚！走。周局，齐队，是这，这批黑陶俑到底是哪个年代？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，回去还要跟教师们好好研究。刚才我那学生啊说的那些话，别放在心里，该咋查咋查啊，不要被他的胡言乱语给影响了。你放心。答对了3个问题就不得了了嘛？这个因为把墙上签了嘛？你破坏了文物，跟这盗墓贼有啥区别？老师，我擦文物这个事情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跟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想怎么处分我就怎么处分我。但是我必须得坚持我的结论，啊，黑陶俑不是出自资陵一带，就是出自杜陵一带。你笨死大特嘛！今天白天都吃的啥？今天白天我还没吃呢。咱老师，要不咱去吃个饭啊？行了，昨天晚上吃的啥？昨天晚上。泡馍，泡馍好吃，美得很啊。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吃泡馍？那不吃吗？今天晚上可以吃个水盘。行了行了，咱老师根本没问你想吃啥。那洛青，你说我想说啥？咱老师想说的是，文献里记载了西晋时候资陵和杜陵是被盗过，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黑陶俑出自资陵和杜陵，那西晋时候可能还有别的地陵也被盗过，只是文献里没有记载。我就是想说，凭直觉，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解释，这叫啥？经验主义。我跟你们说了无数遍，考古是一门实证科学，讲的就是实证，实证。最怕的就是凭主观判断来阐释历史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。你很聪明，我知道，但你不能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咱老师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对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行了，回去好好想想，交一份检查，走。好。老唐，哟，杨队来了！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呀，你咋不提前打声招呼？那就是大牛措手不及嘛！哎呀，看看你有没有干死，是不是玩忽职守？哎呀，你这问我咋来的？快坐快坐！哎，坐啊！我这茶不好，不要嫌弃啊。是啊。啊，对啊，这是咱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齐队。哦，齐队。啊。黑陶俑的案子你应该听说了。黑陶俑听说了啊。咱86文管所管着杜陵跟资陵的文保，那我们这次来就是想问一下，喝茶喝吧。谢谢，就是要问一下，来点茶。我年初那会儿，你们这有没有啥异常的情况？哎呀，杨队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这有情况，我还能不上报？没啥响动，有没有啥生面孔？齐队，你放心。杜陵和资陵，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所里人都是经过文保培训的。要是真有情况，我们早就发现了。哎，黑陶俑肯定跟我们这是没关系。
咱老师为啥跟方慧关系这么僵啊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好比一个像孙悟空，一个像菩提老祖啊，这孙悟空跨越千山万水去这个菩提老祖那儿拜师，菩提老祖看他天资聪颖，教了他72变，又教了他长生妙法，结果孙悟空转头却给我师兄弟有一块卖弄，这菩提老祖一下就生气了，就把我赶下山。那是省形象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白鹿原寻道洞。哎，对，检讨帮我写一下，反正你得心应手。停！合着咱老师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没往心里去啊，还抱着你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撒手呢。他骂你真是骂轻了，你就是自作聪明，急功近利。块儿，罗青说的对，你现在得好好反省呢，该干啥能干啥，你心里得有数呢。我有数呢。我就是要证明黑桃勇不是在自陵，就是在杜陵。咋说？这，没救了，得给他念紧箍咒了。一周巡逻不到一次，咱石头开会咋说的？1个月，你起码保证3天一巡嘛。哎呀，我的哥，你也是基层待过的嘛，我这啥情况你不知道啊？外头牌子挂着2个科，用1个办公室，看着热闹的很。实际上，除了我这所长，就剩3个人了。那杜陵离得近，巡上一圈3个小时；自陵远40里路，我骑着车子从这儿到自陵就2个小时了。再说了，我自陵陵区它就不是一个陵嘛，这一大圈子下来6个小时出去了。俺说我知道，你光知道不行嘛，杨队，你得帮我们解决问题。哎呀，我不说这人了，我说这自行车，这自行车今年骑坏2辆了，没经费解决，人家吴科长把自家自行车骑来的，为这事跟他屋里头还吵一架。困难甭说了，我听了半天，你这自陵的新楼啊，不到位嘛？现在这个南陵、斗陵还有案发的可能呢。南陵和斗陵离村边近，要是真有个风吹草动，老百姓肯定能发现嘛。你这说法我不认同，老百姓忙着呢，又不是给你看陵的。再说了，这是你的工作啊。谁说我们光指着老百姓了嘛？旁边银村我们巡了群众文保员的嘛，你尽心尽责的很。我就银村的，哪个？你就银村的？就你们村一个光棍，叫个严守村。啥？我说让他开陵了，把他房拆了，能不能发现都是个问号。齐队，你现在能寻上个人就不错了。严守村，啊，严守村。贼娃子，你等你老半天干啥子嘛？我子牛，谁是贼娃子嘛？这回看上看你不对劲，今天又跑来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！都喝酒，再喝酒，咱嘴给你碎了。来，帮，不喝酒，干，嘴张开，你张开不张开？我不张开。坐起来，坐，坐。武陵源的事查的咋样了？俺和杨队的人把9个陵猫了个遍嘛，都说是没有盗洞。啥叫都说？不能光用耳朵听，要自己用眼睛看呢。看了，你不知道这2天俺买了多少白撵了，都以为咱去兴师问罪了。要不是杨队人顶前边，根本都没人招审我。都一样，我现在也是万人嫌。齐队，赵局喊出来了。啊。走，听见没有？赶紧，进来，走，往前走。你俩，我把贼娃抓来了，都不对。你看，
啥贼娃子嘛？啊！我一个人又没带他工具，咋是盗墓的了？这是我每天我就盯见这了。哎，今天在原上可看见骑那个自行车在斗灵窝晃过来晃过去。你先把我毛巾给俺拿着，让那娃说话。不，你啥意思嘛？你是想抢功你这是？啊！你赶紧给齐大嫂打电话，让我来，我不来，我就不走。你个傻瓜，跑人家文管所，给人家发号施令去了。咋？那个堂所告状了，正经事不干，这快得很。哎呀，你个直杠杠！让你到文管所干啥去了？去调查，去走访，不是让你给人上课去的。南陵斗陵，一周巡不到一次，能防住盗墓贼才怪。哎呀，你烦不烦人呢？人家堂所跟你说了，人家有人家的难处。他呢，现在最难的是咱公安。我看了一圈，数他的漏洞大，好意思来呢？告状。哎，你拨几个人，我自己去弄一下，让他看看咋弄。咱局里上上下下忙成啥了？你看不见啊？你以为我是啥？魔术师，一翻手给你变出几个人来？对嘛，你本事大。你少给我拍马屁，我属牛，你拍不着。再说，那白鹿原有多大你不知道？那是几个人的事儿啊？嗯，好，我马上来，抓个盗墓贼去。哎，我刚沏的新茶。好茶呀！哎，给我留一点。人都没说话，没说话。小三，你小点，你别躲。这贼娃子不敢让跑了，你这干啥你先？我毛巾你多长时间没洗了？你这把那娃捂死了！我大堂没来，这是都出事情了。我不想跟你说，我要跟等着大堂来了，我跟大堂去。这二不愣登，你这会儿咱你把你当个人，了。哎呀，出了事情你负责责任。我负。咋回事？咋回事嘛？哎，大堂，我抓盗墓贼来呀，你能想吗？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，学考古的嘛。你看，你听见没？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，人家学考古，人家是来考古的。啥贼娃子？你管他是堂子还是啥子？他都是贼娃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小伙子，没事吧？啊？给我口水。等着。呀，大嫂，你忍得着？我闹你。好。你咋突然来原上了？帮你们找盗洞了吗？那是警察的事。你个研究生，掺和这干啥？我就为了证明我那猜想是对的嘛。给你导师治7年。我跟他治啥气了嘛？这叫学术争论，你知道吧？这子陵如果我找不着的话，下一步就去杜陵找了。哎呀，对了，你这别说了啊！今天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大堂来得及时，这事情还不知道该咋处理呢。晚上你婶儿给娃昨晚有过面，这次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啊！哎，走。我得查一个盗墓案，详情不好跟你说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听说过子陵一带有盗洞？子陵的事情你去凤凰山问嘛，在这离凤凰山2、3里路呢。玩的事情我咋知道？不是，我说的子陵啊，不光是汉太宗的。你说啥？子陵不是汉太宗的陵啊？那我是个啥嘛？咱平时说的这个子陵，其实是一个大概念啊，里边包括汉太宗的陵，还有那个薄太后的南陵跟窦皇后的窦陵。哦，那在这离窦陵近的啊。那盗洞的事情我可没听说啊。那是说，那新个人帮他把自行车请回来。哦，行，碎个事情，我去。来，好。蓝色的啊，蓝色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方哥，哎，你看啥呢？哦，我看这个照片，它是啊，我是我大哥我太爷。啊啊，不像吗？看着这个咋不像呢？长长就像了。不，喝水喝水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你忙你的。不谢。赔啥呢？掉了。哥，你还好意思问？那天闹车祸，我黑啥就丢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也没管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黑啥一直没回来。一直没回？一直没回来吗？你这个女生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可能是丢了嘛。不可能，我黑啥灵性的很。那天闹车祸，我在地里听见他叫了，结果我碰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不像个好人。我黑啥肯定是被他俩偷了。是，吃狗肉了。放这儿，你快回去，快回来，快！哎，车子给你新建了啊！谢谢。你看看我，辐条也崩了，车胎也爆了呀，我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。no， 是这，那晚上让大仓送你回去。我明天还得在原上找盗洞呢。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了。那你住哪儿了？就住俺叔家。两区那么大，一个人咋找呢？明天找俩帮手一起寻。对了，你再别说了，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，哪有帮手？文物重要，庄稼重要嘛。这当然是庄稼重要了，文物咋？文物能当饭吃？好歹是主人嘛，觉不能那么低。我觉无低。你知道这几年我带着咱尹村交了多少公粮？啊？我让大家伙吃好喝好，我还觉无低。跟公粮啥关系？行，一边去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心里没哈数你。哎，齐队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吃完我就。行了。今天把各位老师请来，还是谈谈黑陶俑的事。1个月的时间啊，压力确实很大。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克服困难，拿出一份详实的证据材料，一定得让对方无话可说。现在是这，热释光的结果有争议，那我建议就多做几次实验，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呢也去查询一些文献资料，看有没有黑陶俑的记录。大学生，你这是真的来俺村考察的啊？咋了？来考察啥的嘛？盗洞嘛？盗洞？我在俺村当文保年这些年，从来没有听说俺村能有盗洞。走，你上车，我带你去寻盗洞。只要能寻见一个，我把俺仨拧下来让你当球踢。上车，走嘛，我带你去寻。上车去。叔，听说你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群族文保员啊？他们都说你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尽职尽责，不容易啊！哎，你这村里我不是会说话啊，不是少给你吹牛的啊！从这天就感觉凤凰山一带，这南岭了、东岭了，转过来转过去的，就是他汉太宗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，他都没有我这些。所谓的就是把我看媳妇儿我都误了。啊！人家把媳妇给我约好了，让我去见你，我都没见成，没时间嘛。哎呀，说这配光他长相，其实也不难寻嘛，对着吗？对着呢，对着呢。我感觉你这格局比主任还大呢嘛。不求了，文保这块他知道个啥嘛？啊，他知道汉太宗是个谁，他知道薄姬是个谁，窦一方是咋来的啊？哎呀，叔，这知道的还多得很呢嘛。你还知道啥？你给我再说一下，我听一下呢。要跟你骗我一天夜都骗不完。齐队，这耗子咱不是审过了吗？
是申过，现在申，跟当初申，能一样吗？原上这条线咱全掌握了，很多的细节，包括它的底细，咱都了如指掌。再申，大不一样了。你还真信那个学生娃说的话？咱教授都说了，他这定论还不严谨，还需要推敲呢。嗯，你说谁这学生娃？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谁说你了？你认识吗？不过我承认啊，你是个能人。这是小领头，包打听。哎，跟你讲一下，最近园上有啥出货的没？前村沟付过，只过姓程，叫个程思强。程思强？程思强。程思强，10年前我抓的，人都出狱了。要说你绝对是精干人，搞笑呢！你今天园上只要是盗墓的事情，你随便哪怕跟我撂下几件都成。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的啊，光西京这个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手。你看我山像不像个凤凰嘴？这就是凤凰山。东北方向靠着滋水，这西南靠着北斗园。你这又是山又是水，这皇上就是会写墓啊！哎叔，你知道汉太宗的这个墓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啥不？叫啥？叫崖墓。哪个崖？悬崖的那个崖。就是说，在山的半山腰上啊，打个洞，打成这个墓道和墓室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像鸟一样飞到空中，然后弄个洞，然后把棺材放进去。哎，那我是想问你，他为啥南陵和东陵都修得那么高大？这是个皇上，他自己的墓弄得真可怜啊！因为汉太宗是个好皇帝嘛，他继位的那个时候啊，经济萧条，百废待兴，所以他不想让老百姓再劳民伤财，说他死了之后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钱。但是呢，他又是个大孝子嘛，所以他母亲的南陵就修得好得很。你包括他媳妇儿窦漪房，那是因为他死得晚，那个时候西汉已经有钱了，富起来了，所以说就有钱去给他弄这个好的陵了嘛。哎，汉太宗对是跟他媳妇儿关系不是很好，为啥他跟他媳妇儿的墓离多远呢？叔，你还敏锐的很呢嘛，这个问题问得好着呢。你看啊，西汉11帝陵里边，确实他俩的陵是最远的。你像他爸高祖的跟吕后的都是合葬，他儿，景帝的杨陵更不用说了，跟他老婆是同营义血嘛。同啥？啥叫同营义血？就是说他跟他老婆2个人不埋在一个坑里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个陵园是靠一个大的陵园墙围起来的，这个在专业上叫同营义血。还有一个墙呢，我墙在哪儿没有见过，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见过。接着学嘛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呢。这个墙，走吧，接着找吧。走。你知道确实多。哎，你说，难怪啊，说这老店的东西，它就是不一样。我还没打开包呢，你闻着，啊，后着袋子香。他妈是从小就不能离开这机子，离开2天都吐白沫子啊！哎呀，太香了，100年老汤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哎，可惜了，不好好交代，咋吃？哎呀，等着吧。哎呀，我咋把100块钱这人给忘了？
七队，有个哈库的叫狗剩，以前跟我干过一次。年前我喊他出来搞一票，他说他没空，要跟人在原上弄一票。七队，这个狗剩平时就大大领工，最近是农忙，就一直在家。平时啥人接触？听村里头干部说，这狗剩就是个人精，所以他这个关系网比较杂。七队，这就狗剩他屋。区里人口普查。来了。咋了？啥事啊？公安局的。哎，你弄啥了？哎，你干啥了？你弄啥了吧？哎！高升呢？叫出来。我没在的，出去打工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南方。哪个南方？头，屋里没人。七队，这边也没有。做啥呢？咋了？啊，我是刚才这洗了下衣裳，洒的水。没件衣裳啊？咋没晾呢？咋？我是我女儿家的衣服，好拿出来让你都看下呢啊！来，你先把这看一下。我来，还是你来？我这里没有干啥哈事。好家伙，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？好是吗？专业。我真没干过事。对的，慢慢骗。呀，能行不能行了啊？我们干考古的不比你们伺候庄稼吃的苦少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小瞧我啊！哎，你俩弄啥的？哎，老陈。你连我都不认得了，你让我花了你！哎呀，你个货！哎，你不在鸟行巡逻，你跑我地界上就送来了。啊，新盗洞呢？新盗洞呢？你这话意思，我自认为盗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说话不敢胡咧咧，得有凭据呢。信不信？我到唐总揍你一本。不敢！哎，这是这儿的文保员老陈啊，你好。你又是个弄啥的？我是学考古的，我跟守村叔过来看这儿有盗洞没有？没有盗洞。这凤凰山我都巡了15、16年了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啥盗墓贼呢。再一个，前一项在这刚被评上全国的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巡查密度紧得很着呢。我可以拍着胸膛告诉你，他就绝对不可能有。我看老陈说的像真的。啥叫说的像真的？俺屋就在隔壁庄上住着呢，在这自打1956年被省上评为第1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从那会儿到现在，还就没有出现过贼呢。哎，你娃还是考古的呢，难道你都不清楚这毗邻的墓道口在哪儿呢？到现在都没个定论吗？可是文献上有记载，西晋时期毗陵就被长安饥民盗过。你看也没盗过。你说的西晋事情我不清楚，但最近的事情我可以给你打包票。他绝对没有盗洞。两位同志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啥事情都没干嘛。啥事情没干，往井底下躲。那不是听说你抓了一帮子人进来了，人心里都害怕嘛，还不让人躲一下了。有人揭发，你在原上干了一票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哪个混蛋胡说八道，在这冤枉我！你看我这个样子，你也气了嘛，对吧？我烂屋烂瓦的，我如果再干了这么些事情，我把我儿子还能过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哦，好，那我把证人叫来，当面对质。啊！我真的说的是实话，原上我事情我真没掺和嘛。老汉，你好好说。
哦，我是年前来，我认得了一个下库，他让我去让干票大的，说是有个大坑，能赚不少，我没去。问人叫啥？不知道。啊，俺这一行那样都不说真名嘛，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痦子，那样都叫他大痦子的嘛。哪儿的人？咋联系你？哪儿人也不知道，都是用公用电话联系。哦，我还问了，我留了个心眼，我问那咋的干，人家也没透底儿，我就没去了。你为啥没去？俺妈不让去呢。胡然的哥哥，你爹妈早死了。我去坟上问的，俺妈不是在这片有名的阴阳先生，灵得很，灵得很，啊，反正呢给你送点字来，不要舍不得花啊。还有个事情，我想请示一下你，然后我要干票大气。妈，你保佑我分分离离，平平安安。哎。妈，我知道了，这次闹不成。咋？嫌钱少？哎，不是，我是真不想干了。大过年的弄我事，再万一要是沾上我脏东西了，这年都过不好了，得是这样。哎，你能弄啥？警察同志，原上得是出事的。那我这算不算立功？哼，立功啊！这要是立功的话，也是你妈的。要没说，十里八乡都说俺妈我灵得很，灵得很，灵得很。大痦子让你哪天干活？正月初9。正月初9，俺们村闹社火的问题。你是怀疑他们在银村附近动的手？他们选择未天动手，鞭炮人声，锣鼓喧天，可以掩盖他们的爆炸声。让画师找狗剩画一张大痦子画像。你是新房口的吧？就寻你。咋的？黑纱丢的未天。有情况你跟我再说一遍。我黑纱不是丢了吗？我就去寻。后来我在地里听到有狗叫，很像我黑纱，我就去寻嘛。结果就碰到俩人，我就问他们：“你们看到狗了没有？”哎呀，刚才看见一只，朝大路走去。问两人啥样子？我时间太长了嘛，天又黑，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。呀，你正眼瞎嘛，80了。天太黑嘛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看一下啊。对啥这个人？哎呀，还找啥找？快走！哎，别的我不敢说，但这个屋子我有印象，好像是这个人。有这人。就记得这个屋子。带我去那地方看一下。白天啊，就是在这儿看碰到他。对呗？对，就是这儿。
我就没动他嘛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是吧？我先你看到不动咋的？师傅，这照着我办案去。我没动他，你地也不让我动，我咋弄啊？哎，七哥，看啥东西？你看这边地，就这边地上不长东西啊，很有可能是盗洞的。倒啥东西？这照了吧？自己倒了，他咋了？他在那讹我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么多人听过？你看，好汉子，苍哥。人家这多人看。哎呀，大苍哥，哎呀，这小子要挖我的地，还把我打了呀，难受的很。哎呀，你吃饭了吗？哎呀，我没有吃呢，地都保不住了，还吃啥嘛？饿死了，算了，我不活了。哎呀，这大南门的麻花，全是花椒叶，美的太。哎，我办案子，那洞是要挖的，你看咋办能成呢？不是，你看这地啊，这真要是挖出来一个盗洞，你说人我咋种地？我种地的事情就耽误了。你看这成不成？就是半小时，哎，我来挖，要是没事呢，给你填回去，好好的。要是真有盗洞呢，那个耽搁的时间损失我来赔。啊，我保证，我也今天也走不了嘛。那行，那你挖是这看哥，这是看你面子呢，你说话要算数呢。你说说，还弟妹讲理呢，知道吧？来，来，你说，啊，谢。花饭了，小哥，配。这哪有啥盗洞？你说这人都在这儿异想天开，非说这儿有个盗洞。这啥东西？这。这啥呀？哥，钱包洞。是我的回事。地图咋来个狗呢？我的很惨，你帮救我，你帮救我哥！这这边的狗领头，谁给我杀了？我们怀疑啊，这个盗洞就在咱阴村，所以你跟村民说一声，帮着一起啊寻下盗洞。哎呀，你的真是吃了五花想六花，啊，想啥呢？在俺地里挖洞也就算了，你还想咋？让全村人把你寻盗洞，俺就不吃不喝了，不种庄稼了。不是，那是这，那我先去找，然后有啥消息再跟你们说，行不？你别气，现在村里人说你的坏话的人多得很，说你毁了人家我的庄稼，啊，说偷粮食，我就一张嘴，我全村那么多张嘴呢，我解释的过来不得。好，哎，俺叔说的是啊，这个村民的抵触情绪是有的，不能硬来，要不你先回。我不走，我走不了嘛，我还得找盗洞呢嘛。是这，我给你们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种庄稼，行不？你要是惹了事情，我跟你说，我可给你擦不了屁股啊。对，你看这成不成？这成不成？咱不是说不让种地了，地照种啊，就是种地的时候呢，注意点啥地方凹陷呀，啥不长庄稼，及时汇报就成了嘛，是吧？还有个事哈，就是那天耍社火的人，你能不能把名单给我一个？我啥？我电脑，我忙2000多人，你我能记得住？那不是说每一个人嘛，就是村子的名字，是不是？来，滚！我记不住。呀，你是叠了个冲锋枪吗？哎，干这个！
大鬼子！我头痛，这是啥遗传呢？很有可能。哎呦呦，叔，你干啥呢嘛？干啥呢嘛？这是？啊！严守罪，严守罪！我都是受的啥嘛？我天天巡逻巡的连个头痛我都巡不着。哎，叔，你先别着急啊，现在只是很有可能，是不？是这，你回去画个图，你把咱村里一共有多少地，哪个地是谁家的，你给咱画出来，咱慢慢找一下，你看行不？好，你这现在就去。好，我去画去。好，慢点，慢点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喂，咋了？准不打算回来？事儿还没办完呢嘛。哎，不是，你今天咋有时间了？咱老师忙得很，我可就不放羊了。哎，正好，来趟原上，给我带点东西呢。这是尾天参加社火所有村子名单，我想把这些村子里都排查一遍。我把人调过来，跟你们一块调查。好，这是大屋子画像。这人我没印象啊。但是，我问过很多地老说，也说不认识。应该不是老手。还有啊，狗剩是跟他打过一次交道，画的像不像也两说。对，市长，咱把画像发下去啊，抓住大屋子这个特征，把所有名单上的过一遍。得成。放羊，李大爷。啊，放羊啊！啊，走，大爷。哎，给你打点个事情啊！啊，你说啊，赶紧看一下，这个人认得？不认得，没见过。啊，咱村上有脸上长痦子的吗？哎，你往这儿看，咋了？脸上长个痦子，还发了？是人，是人。哎，是人，你寻我有事呢？你村到我们社火，你去没？去了吗？跟谁去的？俺爸、俺妈还有俺媳妇吗？金斯威本那边是毛爷爷。主任说他儿子脸上有个痦子。哎，婶儿忙着呢。哦。哦，你儿子是技校吧？是啊。你在吗？你谁呀？你找他做啥？他朋友嘛，找他吃饭耍牌的。出去打工去了。啥时候去的？过完年都走了。哎，我咋看你面熟？你得是我身后打鼓的。对嘛，见过的。哦，我看那天才去了吗？去了。啥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好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！你俩才来了吗？啊！哎呀，罗老师咋也来了？这么多东西，我一个人能拿多？人罗斯好心帮忙的。哎，你弄这么多东西做啥嘛？你不管，走，进来。来，给我，我拿。哎呀，没看出来陆老师人还挺好的嘛？啊！我可不是特意来给你送吃的喝的，也想看看你这么久在白鹿原有啥新发现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有呢嘛！我们基本已经锁定了啊，盗洞就在这隐村一带。那凤凰山的资陵离这隐村几公里远，杜陵更远，离得最近的就是那1500米的窦陵，咋可能是这儿？哦，所以，你不觉得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吗？有啥趣？东西给你放过去，我们就回来啊！好。不是，你有啥打算？啥打算？继续找嘛。花儿，非得斗这个气至于不？老郭，咱俩还是好几年的同学，你咋一点不了解我呢？是吧？错了啊！之前我是因为斗气，那现在不是吗？黑桃有，那是啥？高等级陪葬品。如果真的出自隐村，这咋解释呢？技术上那句“道发汉，资度20，多获珍宝”，把我引到这儿。那我走的路越多，我发现我脑子里的问号就越多了。那古人诚不欺我吗？书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呢。之前呢，我可能会觉得
呀，我对还是我错？是咱老师对还是咱老师错？但我现在觉得这些都不重要。我哪怕错了又能咋？我是个成年人，错的后果我能承担的嘛。但如果我现在就放弃了，我一辈子都后悔。所以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盗洞的具体位置在哪，就这么简单。走。他说的有点道理。那我也留下来陪你一起找。啥？你真的假的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你要留下来，那你，我，嫂子，闲着呢。你咋可来了？我来给您赔礼道歉来了嘛。这我不敢要，你是干啥呀？那天是我不对，齐队已经说过了，你拿着嘛，拿着。你看你那天要是这排毒，不是啥事都没有了，对着吧？哎，哪来的狗啊？哎，你也是因为我盗洞的事。姐那有线索吗？然后方块，你快来救救我！这哪来的狗啊？哦，就是你看啊，就像地里不长苗的这种现象有没有？哎，你对象教你呢？没事，让他自己想办法。亲戚啊、朋友家的那种有没有？呀，你对象还怕狗，都跳墙上去了。啊，那不是我。方块，你快点来呀！他要把我书包都咬走了。方块，你听不见啊？个见死不救的东西！若晴，咋还生气了吗？啊？看我出丑，你是不是特别美？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卑鄙吗？啊？卑鄙算不上，但拿别人缺点捡乐，这也高尚不到哪儿去。你也承认怕狗是你的缺点，你改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这次我在，我可以帮你赶走。那如果下次我不在，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还离不开你了。哎，侯姐，问一下啊，这个人你见过不？警察了解情况啊。呀，眼熟。可能是在机上，不是，想不起来了。哎，伙计，哎，再问你哈，正月初9，你有没有去烟村看过个社火？没有。那你叫个啥？燕小武。燕小武。嗯。哎，好像你村有人说你去过吧？我真没去。哼，那能行。是这，你要想起来啥的，跟村汇报一下。我没的。哎啊。大晚上的，你咋来了？你昨儿来公安了吗？没有吗？我昨儿今天来公安了，查社火那天去阴村的，尤其是这样的大屋子的，不会查我吧？你个死锤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我看你先出去躲躲，等事过了再回来啊。往前一点点。不行，我怕它咬我。不怕呀，不咬不咬。哎呀，乖得很，这黑嘴乖得很，没事啊。哎呀，对，往前往前。还有多远呀？哎，远得很着呢，你往前先，没事。我决定放弃了。哎，这黑嘴乖得很。够到了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往前。哎呀，往前些。快摸到了吗？马上马上。
守村叔，还有多远呀？守村叔，还有多远呀？再往前一点就到了。这就放弃了？我陪你练嘛。自己练得好好的。他这样咬不到你的。你再试试。你不要突然这样摸他，你就轻轻的放在他身上。你抱住他了？我抱住了，相信我，行不？放松。你就摸摸你的朋友。好像还挺乖的。多乖呀，是不是？还真是。这娃得是喜欢我娃，你要不要两个松是互相喜欢。能摸就不错了，我不抱。那我现在至少能摸他了，你也不用再嘲笑我了。老青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你。这狗叫啥名字？黑嘴，黑撒的娃。黑撒的娃。你让守村叔抱回来的？我让他抱回来让我练练，不想让你笑话我。哎呀，来，哎，这么听话呢，这狗啊。你看。你看。你再摸摸它。黑嘴，你别咬我啊。摸摸，没事。呀，太乖了。你看我不弄它，它也不会咬你。我真的感谢你，你说的对，田野考古遇到狗是常事儿，我不能总指望别人替我赶狗吧。守村叔说，黑嘴他爸是被盗墓贼害死的，所以他会替他爸报仇。黑嘴，明天我准备带着你去找盗洞。四哥，不是说过轻易不要打手机吗？哥，娃咋了？咋？警察在新王太平呢。啥？警察咋能找到他？我不知道吗？我就知道警察在各村找一个脸上有大胡子的人。那这个当口不是新他，就是新谁呢？多亏我先碰上了，提前通知太平让他跑了，要不然这阵都让你逮了去了。你疯了吧？谁让你喊他跑的？不跑，那干正是被抓吗？你用点脑子行不行？警察光知道脸上长痦子的，说明掌握的情况有限。我们都长痦子的，他们咋知道是哪一个？你这个当口叫他跑，这不是此地无银吗？那咋办嘛？赶紧叫他滚回去！叫他把胆子压稳，哪怕被叫去问话了，也不用怕。警察啥都不知道。知道了。我要用手机联系他。好。走访情况统计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正月初9参加社火的，一共有8个村子。我们全部走访完以后，脸上长痦子的有23个，都是本地人。其中20个人，我们盘查过后，他们当天都是跟同村村民一块儿去的，中途没有离开，也没有作案时间。剩下这3个一直没联系上，应该都出远门了。好的，接下的工作重点就是这3个人，要着重的调查一下。欢迎上王太平，我的父呀！我为他生儿有余女，我为他忍气有耐冻。闭嘴！闭嘴！赶紧跑到哪去了？这咋丢人嘛，白天不下地。看啥呢？快！
啊！你跑哪去了？哎，撇开，撇开，撇开！你当着大家有啥事不能好好商量？非要在这干仗的吗？上官先生，留手！我说，执行公务，都散了。你走啥去了？散了，散了。警察都来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回。我看了，都回，快。你叫啥名字？我王太平嘛。紧张？我有啥紧张的？警察说。正月初9，你去个银村。正月初9。闹社火呢嘛？你个笨蛋得忘了。对，闹社会，到银村看热闹去。跟谁去的？村里活大人都去了。一天都看社会啊？几时回的？上午饭的时候就回来。这是？我不知道，我到俺妈那儿去了。对，他回他屋去了。警察说你问这干啥？查一个案子。啥案子？你每天都在屋啊？每天都在屋闹着。一儿夫妻被人恩，是吧？夫妻间要讲文明嘛，有话好好说。回吧。好。那是够什么？找个地方骗上。哎，做啥呢嘛？哎，咋回事嘛？人刚回来，执行公务呢。你把谁家媳妇废了？你个变态！活人不放过，女人也不放过，难怪警察抓你了。闭鼻子！啥女人？来仔细看一下，跟你之前见过那个泥人一样不一样？我忘了。你不是说你见的时候是个黑色裸女泥人吗？哦，那时间隔得太长，那人忘了嘛，没记清嘛。我跟着差的样子有点大。藏哪儿了？我是个非洲人。大年我放眼皮儿。不可能！他全部交代了。过年你家的陶俑人，跟黑陶俑一模一样。我白家婆家又眼睛又不瞎，咋能看着一样呢？有啥不一样？啊？我买的我泥人有胳膊呢。除了胳膊呢？头、身子有啥不一样？我是个学生头，瓜子脸，眼睛是圆的，樱桃碎。警察说：“你不要听他我在玩胡咧咧。哎，时间过去这么长了，他当时就扫了我一眼，咋能比我记得还清楚？你年轻，你是法盲吧？你犯的是啥罪呢？知道不？盗掘国家古墓。如果你不交代其他人，我们把你当主犯。如果说其他人的罪你也要一起扛的话，我敢说，你3条命都不够。你自己掂量。还是老实交代吧。去银村到底做啥？下课。还有谁？严小武。哎，你这是？严小武在不在？他不在啊。哎，啊，你过来，看清楚，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呀。
这事确实是叶小五媳妇干的。快过年了，我还有一屁股烂账没有还呢。眼看着这年都没有办法过了，正愁着，叶小五醒过来，说有个来钱快的活。我一听是挖墓，我说不去不去不去，这事说什么都不能去。叶小五说不用俺们挖坑，俺就是去立坑。我一天，我把哈怂把墓正吭哧吭哧挖好，准备出货的时候，我和叶小五装成文保员，喊着把这伙哈怂吓走，然后叶小五下坑拿东西，我没有下坑。照你说呢，盗墓的是另一伙人，尾伙人是谁？有几个？有4个人，是谁干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叶小五也没有跟我说，事情都是他安排的。他把事情弄好以后，就是过来叫我去绿坑，剩下的我就不知道。然后呢，盗出啥？也没有啥，就100-200个泥人嘛。具体多少个？具体我也没有数，反正多得很，多得很。你别看这泥人多，根本不值钱，分到我手上才2500块钱。王太平，你为了2500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？你知道吗？有些文物已经流入国外。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，100万个2500都不止。你说啥？这么值钱？这还是能计算的，很多东西根本无法计算。你确定我王太平跟燕小五就是绿我坑的人？确定了。王太平刚被逮消息就到我手里了。我都打听过了，凑9回天，就是我怂跟燕小五一块去看的社火。那他俩跟穆建辉有啥关系？燕小五跟穆建辉在一个表厂干过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孙哥，我是你姐夫，你看着办。是这。你先去把我燕小五给咱信去。对，现在最想信到他的人就是我。松娃，这可咋办嘛？不忘保持。我告，外面咋样嘛？能跑吗？现在跑肯定跑不了，正是下笼子收口的关头。知道灯下黑不？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你先在这儿踏实待些日子，等警察勤发了、打盹了，我再想办法把你送走。哥，我在这儿都快憋疯了，你不会不管我吧？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要是进去了，我还有活路吗？你还能跑，我跑都跑不了。你嫂子离不开我。吃喝上，我亏着自个儿，花完了我再想办法。
哎，齐队，盗贼抓到了，豆洞就在阴山，我现在就带嫌疑人过来指认盗洞。好。盗洞找到了。哎啊，在隐村呢。走，回来，走。